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A23A 啊，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山，在南极啊。那它在海底搁浅了30多年之后啊，这几个月呢又开始发动了，开始漂移了。这个就上了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它有多大呢？它有4000多平方公里。那很多这个媒体报道啊，都是用面积相当于几个纽约大小怎么样的，那都是文科生写的。听我们的啊，理科生是这么讲的。实际上，这个冰山啊，为什么引起大家这个注意啊？一个是它面积大，第二个呢，它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冰山。这个大可不就是一个平面投影面积，而是立体的，从三维角度上，它也是最大的。它有多大呢？大家知道千岛湖的容积啊，大概是178.4亿立方米。那洞庭湖的这个容积呢，大概是220亿立方米。三峡的蓄水量啊，大概是393亿立方米。那把这个都加起来都没有这个冰川大。这个冰川有多大呀？有1万亿吨冰，1万亿吨呐，朋友们，就这个形状的啊。1万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想啊，这个冰和水它应该不是1:1嘛，是1:0.9大概啊。那么1万亿吨冰啊，大概就相当于9170亿吨水凝固以后形成的。那你想想，那就相当于多少啊？相当于23个三峡的容积。那中国整个大陆的淡水的总的资源啊，大概是27000亿立方米。就这一个冰川所带来的淡水啊，就相当于中国淡水容量的1/3。所以啊，这么一讲，你可能就更直观的理解了这个是怎么来的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它现在开始漂移了。它之前为什么没漂移呢？之前搁浅了。蠓虫遇见一毛青啊，也没毛青，没毛青。但是啊，确实是之前呢，就是和海底啊发生碰撞啊摩擦，它停到那儿了。这30多年啊都没怎么动。那最近呢才开始漂流。那原因呢是不明。那现在推动它漂流的呢，主要是强风和海洋的洋流啊在影响它。那这个我们要和面积一定要比的话，它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它呀相当于是上海啊或者天津的面积。它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啊，就南极的冰山啊，它有2个窝啊，一个就在左边这角上，一个是在右边那个湾里边。这次呢，就是左边这角上，就靠近阿根廷的这个位置，它产生了最近2个最大的冰山，一个是 A23A，23A 呢已经有30年没动了，前面还有一个 A86啊，那么 A86呢现在是排第2了啊。这是这个冰山的具体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它现在的实时位置，是我们刚查到的昨天的数据，它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那它是怎么来判断的呢？就是它怎么就命名叫 A23A 呢？那这个冰山的命名啊，它是有人管的，谁管啊？还真是美国人在管。美国的冰山中心啊有这么一个命名方式。他把这个南极呢按照 A、B、C、D 呢分成4个象限。大家看到这个图上就是，那么 A68A 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第68个大的冰川。它是有一个面积限制，超过这个限制了，它就有命名了。类似于台风的这个命名方式。大家知道台风命名啊，也是按区域啊来划分的。那么这个 A68是之前的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冰川。那现在这个 A23A 的，因为它发动了嘛，它现在要成第1了。那之前的呢，这个应该是 A68 当过最大， A76 也曾经最大。后来呢都逐渐的，比如说 A76 在2021年6月啊，它分成了 A76A、A76B、A76C， 所以它就小了。 A76 的时候啊，它本身就有4320平方公里。那这个 A23A 有多大呢？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啊我们做的一个比较的这么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啊，屏幕左边呢是2023年9月21号的位置啊，屏幕的右边啊是2023年9月17号的位置啊，这就是那个冰川。这样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对吧？那好的，我们这正好有个比例尺啊，有个
尺子我们量一下，就量一下这个边缘，它经过了8、9、10、114天之后，它跑到这个位置了。我们量量这个尺寸有多远啊？看到了吗？21公里左右，21公里，21公里4天，那每天就是5公里多，每天这个冰川行驶5公里多。那它面积到底有多大呢？那这是我们先看它9月份的面积吧，因为这个图比较轻的，我们用面积工具测量一下 ，measure area 啊。当然，这个测量呢也是大概的，因为它本身也在不停的变，而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卫星图片分辨率呢也不是很高，所以我现在就是测的大概的轮廓的面积，可以看到，现在快要出来了，4390平方公里。所以呢，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消融了一部分，所以现在它的投影面积肯定是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大家知道天津呢是4500多平方公里，所以这个冰川在地图上看就这么大一小块，它实际多大大家心里有数了吧？非常大的冰川，这不愧为世界最大的冰川，就是它。那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大家看到了，刚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介绍过，是一天大概5公里左右，是吧？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动图给大家比较一下，看一下我们做的这动图。这每一帧每闪一下都是7天左右吧，每闪一下是7天，但是速度快，我们放慢一些啊。这是放慢了，大家看到每一格就是1周，它的位置。之前那个横的长的那个就是之前最大的冰川，4320平方公里的这个。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出来了一会儿这个冰川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最大的这个，它现在在向北飘，风向北吹，它向北飘。这就是这个冰山它发动之后缓慢的向北向西移动的这么个过程。那有人说了，这个冰川和冰架有什么区别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冰架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大陆架边上就 ice shelf 它在漂浮在海上或者湖泊上，但是呢它依托着陆地从陆地上的冰盖或者冰川流动到水里边。那么这么一个东西呢，它和整个的这个大陆架它是分开的。那冰架的厚度一般是几十米到1000米不等所以它表面呢和这个水体是相连的，底部呢往往呢与陆地的冰体是相连的，是冰体，记住了，它不是土地一般，所以呢它就容易断裂。那这个冰架断裂之后就是冰山，而刚才这个就是从这个蓝色的这个位置从这儿断裂的这就是著名的就这次断裂的这个菲尔西纳隆纳这个冰架断裂出一个世界第一大的冰山 iceberg， 叫 A23A。 这个菲尔西纳隆纳这个冰架是南极的第2大冰架，那第1大冰架呢就是这边的红的，就著名的罗斯冰架了它的面积是蓝色的这块是43万平方公里，它在这个威德尔海。那么它东西呢被这个伯克纳这个半岛的分开了，那么西部呢是比较大的，它成为这个隆纳冰架东边呢就是所谓的菲尔西纳冰架。这个罗纳和菲尔西纳都是美国的和德国的探险队的这个他们这个队长以及他们家属的名字。比如这个隆纳呢就是纪念他队长他这个妻子而命名的，而这个菲尔西纳是1912年德国的这个菲尔西纳考察队发现的，所以就以这个发现者叫威廉·菲尔西纳的名字来命名那这个冰川当时断裂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 A23A 从这个菲尔西纳30年前断裂的时候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当时前苏联的这个南极考察站就在这个冰架上，后来怎么办呢？
赶紧搬呐，把一些预装的东西调走了。那么这个 A23A 呢就开始移动，那后来呢它就搁浅了，在海里边停着，直到最近才开始快速移动啊。那么它现在的移动的方向呢是向北偏西的方向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完这个冰架，还有这个 iceberg 冰山的命名方法呀，其实大家好奇的、关心的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冰山它要驶向哪里，它往哪儿开，对吧？冰山往哪儿开？哎，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好。但是呢，它还是有规律的。什么规律呢？我们从它的受力上可以分析出来。你比如说，那冰山在海水里边，它主要受力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是吧？一个是海水的这个动力学的阻力，就是冰山在水中运动所受到的阻力。那冰山啊，在水中的相对速度还是不大的啊。那刚才说过，它一天它不到5公里啊。第二个呢，就是风的动力学的阻力啊，风向和风速不同，会对冰山产生这个不同的风压，造成冰山的这个受力改变。再一个就是水的压力的梯度力，哎。海面上它是不平的，大家知道地球的海水啊，它是有高有低的，真的。那么不同水域的海水高度差，它就造成这个压强梯度啊，会对冰山造成这个压力差的驱动力。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科氏力啊，就是地球自转产生的这种虚拟力啊，相当于一种惯性力，它依赖于冰山的运动速度和角速度啊。那这个是最早是高斯应该是发现的。再一个就是波浪的载流力，就是海浪啊对冰山侧面和底部的这个冲刷，那会对冰山的这个稳定性也会产生影响。再一个就是海冰碰撞的阻力，你比如说在海冰区的话呢，这个海冰运动会和冰山啊这个就是发生碰撞，就产生了额外的阻力。再一个呢就是附着在冰那的额外质量的这种惯性，比如说冰山的表面或者下部附着一些薄冰，会增加冰山的这个质量，影响这个运动趋势。所以这些综合起来，就是这个冰山主要的受力。那在不同的力学作用结合起来，就决定了冰山它最终移动的趋势。那在这个小冰山和大风的极限情况下，就是大马拉小车，就大风吹小车的情况下，那冰山啊，它会以风速的2%，大概这么一个速度漂移。已经有人做过这个模型，还是比较像的。那么这个2%法则呢，它是有局限的，就是所谓的刚才说过的是小冰山和大风啊。那么如果是大冰山和小风的极限情况下，那这个风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了。冰山啊，主要是随着洋流在漂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冰山的预测方向是可以预测的，你只要知道洋流的方向，像这世界上最大的 iceberg， 那它的运动方向是大概可以预测出来的。哎，这就是说它往哪儿开，科学家是大概能知道的，气象学家啊。那这里边啊，这个实际上这次冰山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呢？是因为啊，在冰山前进的路上啊，有一个企鹅生活的小岛，就是这个小岛，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岛，这个圈啊，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圈，那个最大的圈呢，表示这个岛上有25000只的这个企鹅，中间的这个圈呢有10000只企鹅，最小的圈呢有3000只企鹅。所以看到啊，这个冰山现在位置在这个位置，所以冰山经过的时候啊，如果它起码在经过那段时间，这个企鹅呀，它在往回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岛叫南乔治亚岛啊，这个冰山啊可能会阻断这个企鹅和海豹的迷失路线，就是它万一要再搁浅了，它要很快通过那没关系了，但是它不会很快通过。那如果它搁浅了，它就阻断了这个路线。那这个企鹅大象是游泳游到这个大陆的，那它中间里边是吧，就不得不绕路啊。那一绕路可就绕远了，大家想想，绕个上海，绕个天津呐，4000多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块这个可以说冰冻的大陆，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幼崽啊，可能就会被饿死，它游不动啊。所以说，如果它最终分裂开，它就可能避免这个情况，就是避免一场大概可能成千上万只企鹅被冻死、被饿死这么个情况。
不过其实呢，冰山其实是地球上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种地质和这个地理的现象。它可不仅仅是危险物体啊，我们现在实际上它也没有多影响到人。实际上这个冰山它往往还携带这个海底的矿物质，而这些矿物质它可能会随着这个冰山融入海洋逐渐的呢把这些矿物质也得到释放，并且在海洋中分散。它就给相关区域的这个动物和浮游植物呢就提供养料，就是说它也带动了一些东西的交换。另外冰山呢它实际上还可以起到固碳的作用，就二氧化碳它实际上对缓解气候变暖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它无论是生成冰山还是分解都是个缓慢过程，在结冰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被固定到冰中的。所以你看这个冰山如果走错道了，走到企鹅边上了，那是会饿死企鹅的幼崽的。那要是人类社会走错道呢，说实话一想到这个我就充满了无力感。这样的庞然大物，这样的体量，谁能阻止它在末路狂奔呢？认命吧你就。好的，这就是关于地球上最大的冰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